来咯。嗨，大家欢迎收听新灯慢聊，我是维拉，我是乔治。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节目呢？我在想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题目我们到底要聊什么呢？那是透过我们心里面这一段时间以来内心的一种听到各方面的讯息，包括所谓的修行者啦，我们所谓的心灵导师啊，那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运势，对我们的整个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或者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来面对我们自己。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听到这么多人的分享，甚至有很多的节目在探讨这个故事，我们也希望能够从不同的面向来切入。那维拉，你觉得你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希望来做这个节目呢？应该是说我跟乔治平常除了日常生活对话聊一些生活琐事之外，我们也蛮常在聊一些关于人生啊的一些想法之外，还有我们自我成长、自我认识，也加上我们宗教的关系，所以还蛮常在探讨一些心灵上的话题。我们这个节目主要就是要寻找自我吗？也不是说寻找自我吧，只是我们可能就是我们日常在谈话的一些内容，也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我们主要的主题就是会希望能够去探讨我们的心灵，然后可以在人生当中有更多的了解自我的机会，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思考，然后甚至是改变一些我们原本的思考逻辑。没错。好，那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希望能由梦境来探讨我们的所谓的人生运势。会想到这集主题就是我做了一个梦。那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会做梦的人。讲到这个我也觉得好玩，就是其实你是梦人对啊，你很会做梦。其实即便我做梦醒了之后大概2分钟，刚刚做的梦我完全都忘记了。我觉得这是我跟你最大的不一样吧，就是我非常会做梦，然后你是几乎不太会做梦的人。对，没错。那因为这场梦就是我是刚刚说我很会做梦嘛，那我发现啦，我可能在有一些人生的转折上面的时候，通常可能会都是透过梦境给你一些提示吗？不知道到底那个梦的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嘛，但是你至少你梦完回想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好像有点在暗示我什么的感觉。对，所以就是透过梦境会给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或提前让你知道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对，就来说一下我做了什么梦，让我有一些想法好了，让我为什么应该蛮精彩的为什么对运势会有一些思考。这个梦应该就也前一阵子而已吧，前1个月左右。反正我那天晚上我就梦到我在宇宙里面飘荡。宇宙飘荡，浩瀚的宇宙，是一个完全无边际的感觉吗？我就到处飘嘛。我一开始就专注在看几颗美丽的星球，那些星球在我身边转这样子。后来我飘一飘，我就发现为什么会有白色的框？很奇怪哦，星球都在这个白色的框里面。白色的框？就是一个白色的边框而已。所以这个宇宙就变成是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吗？没错，尝试我飘出那个框，但我没办法飘出去。可是我可以看到框的外面还有宇宙哦。框的外面还有宇宙，就是你还是可以看到繁星啊。但是你是自己被框在一个范围内的，是这样的意思吗？对，我就是出不去，我只能在有限的框里面到处游荡。后来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我没有看到什么外星人，还是有人跟我一起飘，没有，就我一个人。忽然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完蛋了，要毁灭了。还在想说毁灭什么东西要毁灭，我就从白框的外面飞来了一颗，我不确定那是彗星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很亮很亮的一颗东西，这样飞了过来，这样。所以就是要炸裂的意思，彗星撞地球类似这种概念吧，我也不知道。但是你是彗星撞毁了你的宇宙。应该是，反正他就是朝我的方向冲过来。OK， 后来我就想说，完了，我可能完了，是真的要毁灭了。我就看到我的身旁有一颗最近的星球，我想说，我逃到那个星球上去看看好了。我就往那个星球赶快
飞过去，一靠近那个星球，那个星球突然中心就裂了一个大洞，变成一个黑洞的样子。然后那个声音就跟我说：“你赶快跳进去！”跳进去。因为我想说我不想被炸死，所以我就赶快往那个黑洞里面跳。所以你是在离你最近的一颗星球，然后就突然打开一个洞，对，然后你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希望你跳进去，对，然后你就莫名其妙的跳进去了。不是莫名其妙，因为我不想死啊，因为一种求生本能的对，求生本能，然后就往里面跳了。跳进去，因为它是黑洞嘛，对，跳进去却是一片光明这样子。然后，所以跟你原本想象的应该也不一样。因为当下没想什么，就是跳进去嘛。但是跳进去之后，就是一阵很刺眼的白光，我眼睛根本就睁不开。讲到这边，我还是要跟观众先讲一下哦，这个是维拉的梦境，对，这个不是一个实境秀，这不是我什么幻想或是什么，这是我做梦我在睡觉。OK， 好，只是我说的好像奇幻小说。那我们继续。就那一阵白光这样子照过来之后，我都还感觉很刺眼，眼睛完全睁不开。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我只是心里想说，我是死了吗？所以你也不确定说你在那样子的环境下是发生了什么事。对，我不确定。后来就是那一阵白光过去之后，我就慢慢的睁开眼睛，我发现我站在一个空间里面，一个家里嘛，我也不太确定，反正它就是有墙壁，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然后就白墙这样，然后我身边好像也没有人。但是我一睁开眼睛还在想说我在哪的时候，那个声音又出现了，他说恭喜你重生了。那你是身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吗？不知道那是哪里啊，就是只有一个很空白的房间，什么都没有，就家徒四壁啊。然后他跟你讲说你重生了。对，我一样没有看到任何人，没有任何人在我身边，我没有看到一个形象或是什么的，我只听到那个声音告诉我说恭喜你重生了。是，就想说为什么，什么意思？然后想说我到底是不是被炸死了嘛？所以我就看了一下我自己的身体，想要确认一下我是活着还是死。然后就发现我手上多了一本书。你没有打自己的脸说我到底还会不会痛，或者是捏一下看我只是想要确认还活着，我只是想要确认我的身体还在不在，这样子，就是我四肢还健不健全是还是我被炸死了这样子。后来我就发现我手上多了一本书，我想说这是什么书啊？是，就拿起来看，哇，第一页就写满了文字，那一页的上半段吧，全部是我的基本资料，写的超详细的。关于你自己的基本资料吗？你去那个出诊啊，或什么不是要填户口名簿之类的，户政事务所登记的什么什么资料，就是你的名字啊，你的出生啊，你几点出，他甚至连时辰都写了。然后你住哪里，身高体重什么什么都写了。那其中最让我惊讶的是他有写寿命。他写了一个数字，但我就不透露了，因为我怕我透露我就破了怎么办？哇，寿命200，没有那么多啦，吓死人了成精了吧。我只记得我看到寿命2个字我就已经先吓到了，然后他下面还密密麻麻写了好多好多，一整本很厚。那他们有没有写一些关于我们最一般人最在乎的，就是例如说可以赚个100亿啊，或者是说可以拥有豪宅10栋，类似这一种的。我根本来不及看，才在看那个第一页而已。然后那个声音就跟我讲说恭喜你，你已经重生了。他说你的人生将不再跟过去一样。我就醒过来了，所以拍谁我后面都来不及看。哇，那最重要的你都没看到。对啊，我到底可不可以变成富翁我都不知道呢。对呀，我都来不及看。反正那个声音这样跟我讲完，醒过来了。但是我当下其实醒过来第一个想法是我可以活到那个岁数吗？哇，所以这个岁数是有让你觉得意外就对了。老实说，我是觉得有点久啦。有点久我自己对我人生的跟你预期的还要更久，对不对？对，更久这样子的话，这样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你说活到那么久吗？对啊，我也不知道觉得自己可以活到哪个岁数来说，真的差蛮多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呢？接下来我就醒过来啦，我只是一直在想到那个岁数，我到现在都还在觉得很惊讶。
但做梦嘛，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嘛。所以他只是跟你讲说，你的人生已经重新开始了，对，然后会活到那个岁数。再来是，他是跟我讲说，你的人生将跟过去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我不太记得他正确的语言是什么，不是语言，他跟我说的言辞是什么，但是他类似就是说，他说我的过去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是一个 reset 的概念，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对，就是那个电脑重新关机再开机的意思。所以我是蛮讶异，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梦到这么清晰的梦。哇，这个看起来真的还蛮特别的诶。那你自己觉得你的人生真的有重启吗？我就是有在想说，梦到这个梦是不是有在提醒我一些什么？但是把梦境带入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你觉得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如梦境一样，这个是一个重新开始，或者是一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改变吗？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的想法会变得会觉得不太想再跟过去一样了，会想做一些改变，做一些突破。所以你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感受，也是会希望说跟要打破过去的陈疴，然后会做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就是会有这样的念头啦。但是你会觉得，其实因为这个梦境给你更大的力量，让你去做改变，或者是说你觉得其实我已经在做了，然后带来这个梦境之后，我觉得印证，其实我的想法是对的。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就已经在做改变了，或者是说在做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因为这个梦境，然后去印证说，对，我有这个想法，应该做这个改变，是对的，方向是对的。或者是说，其实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有这个梦境之后，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才会开始去思考说，我应该要做这一方面的改变。过了一阵子，我再去思考这个问题。那其实，因为我们在宗教信仰上面是一样的嘛，对，我们都深受神明的照顾。是我那时候神明是有告诉我说，我的运势吧。你是说关公也常常跟你碎碎念的事？对啊，他不是每一年几乎都会在年尾的时候都会告诉一下我流年吗？对。那其实在去年的年底，他就是告诉我说，我今年的运势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变革年。是变革年吗？对，就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改变。对啊，他是这样跟我讲。那当然我就是听了也有放在心上，反正生活还是要过嘛。可是真的做到那个梦的时候，我觉得会不会是真的有需要改变了？对，要改变了，是不是要提醒我说我应该要尝试一些改变了？所以你觉得这个梦境也在呼应关公爷他对你的碎碎念？对，很爱去乱连接这些事情。是，就是想要找一些连结，应该说来印证我的想法，或是印证一些我做的梦到底会发生什么事。那在这样的梦境底下，那会让你觉得说，其实整个运势的改变会如你预期吗？还是其实关公爷碎碎念之后，你就已经有做了一些心理准备？反而在关公爷告诉我之后，有一阵子反而会觉得过得有点盲目，不太知道改变要变什么。我懂你意思，完全没有方向。要变什么？我要去就知道说我们需要改变，但是何去何从，往哪个方向变？我要去想办法赚更多的钱吗？是，还是说我的生活有需要再改变吗？就是会想很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啦，想说是这方面要变吗？还是那方面要变？还是我个性有问题？什么的变都有可能，只是还找不出我到底应该要变什么。就会蛮迷惘的。可是这样子的梦境之后，会给你更大的力量，会带给你这种感觉吗？会有点给我一种加强那种想法吧。我懂你意思了。所以这1-2年，其实在你的内心里面已经有很多的纠结。我刚刚说我在梦里面看到我可以活到那个岁数，对，那我就醒过来之后，我一开始只是很震惊说我可以活到那个岁数，但是我后来就慢慢的回来思考，假设我真的
活到了那个岁数，是，那我这些年我到底要做什么？就是就你会开始想说从现在到那个时候年纪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你就开始想说，那我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什么你有人生使命啊，或是你有很多宗教说你有带天命啊，或是上辈子所带下来的使命，对这辈子要完成。你就会开始想说，那我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啊？我应该要做些什么？哇，这个其实是个大问号诶，这个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这个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题目啊。对，所以这1-2年下来，你一直在想说，应该要去做什么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沉浸在一个迷惘当中。那我到底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对啊。但是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梦境有呼应到你的整个流年，或者是说关公也曾经跟你讲的，说你的流年运势的改变吗？还没有真正的感受到啦，只是有那个头起了一个头。OK， 我所以还在尝试当中。对于流年运势的改变，现在也还没有很明确的感受到，没有那么实明显际实在的感受。好，那在整个流年运势当中，你会觉得其实流年运势真的对我们人有那么大的影响吗？或者是说，其实我们人是可以掌控这一切的？这个应该要怎么说呢？就例如说，很多人说，我只要够努力，我只要够付出，那命运掌握在我手里。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老天安排这件事啊，或者是说，其实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我的控制下 ，under my control。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算命、天命这一回事，根本一切都是不存在的。那你觉得对你现在这样的感受来讲，你会相信流年运势这种说法吗？不管是关公也有说过，或是现在很多在谈灵性的，在谈你说算命也好，或是灵性成长，很多他们都会说啊，人生剧本就是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写好。对，那关公也说过一句话，他不是说未出生，那句话怎么讲？没先注生，先注戏。对啊，就是还没出生就写，你的死亡是已经注定的。对，他的意思就是你的人生就是也是已经在你出生之前就一套剧本的，全部都已经写好了嘛。是。那之前肯定会不相信的啊。对，肯定会觉得说哪可能？就是觉得我是一个上进的青年，我应该要掌握我自己的命运。我有我自己的命运，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是，这肯定的。但是就是划过铁路了嘛。可以简单的稍微分享一下是发生了什么事吗？不是说1-2个事件的，是让你挫折或什么，那个真的是，我真的也只能说那个是命运的安排。命运的安排，这样子会不会太宿命论了一点啊？又变成太宿命论嘛？对，其实那种感觉可以说就是低潮期吧， Okay. 人生的低潮期。用低潮期来形容，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然后刚好我人生的低潮期都是在我学生的阶段。我即便要成为一个愤青，但是这个世界就是把我按在地上摩擦。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低潮期好了啦。好啊，好。其实我在30几岁的时候，我曾经有遇到一次非常非常严重的低潮期，而且延续了大概10几年，12、13年。那个时候，我跟你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曾经去那个在三峡那边一个很大的庙，然后我们都一样嘛，去庙里拜拜都一定会先问说啊，主神在不在啊？哦，在。除了那一个跋杯是行杯以外，我连续跋了11个看杯。这也太厉害了吧！你知道我问什么吗？你问什么？我说哇，我觉得我最近不顺那你可以给我一个运势签吗？看杯。你可以给我一个财运签吗？看杯。我可以问一下，那我的流年签吗？看杯。问一下说，那我发展应该朝哪个方向去？给我一个签师指引吗？看杯。就是反正不管问什么都是看杯。问到最后我实在是超不死心了，我就问他说，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好，那你给我一个签诗，然后引领我可以更安心的往下一步走，可不可以？还是看不会？完全不给你就对了。对，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因为我刚讲我是10年嘛，那个是最初期的时候发生了这一件事，那个真的是绝望到底耶！我说哇，怎么会这样？那我到底还有没有希望？人生要怎么过下去？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10年下来，很多人跟我们都讲了很多。可能他也是无心的啦，但是其实听到这些话就会更沮丧，对，绝望，他就会说你就是不够努力啊，你就是还需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对对对，你就是要做什么样怎么样更发愤图强啊。但是你也知道我们人心是肉做的，所以遭受了诸多打击之后，其实你会越来越不敢往前走，挫折越来越多。对，好，但是还是一样，那即便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尝试嘛。所以最后还好，就是说遇到了神。那我讲过，这个是在那个低潮期，我遇到了关公爷。对，还好有关公爷，就是给我力量，帮我撑过这个最低潮的过程，到现在才走得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现象。那只是我要分享的这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们在这个低潮期，难道真的我们多做一点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用吗？我在那个低潮期的时候，我是真的尝试想要改变，是完全无力反抗。无力反抗，就是你做了什么样的努力，最后都是没有结果的。我觉得那种低潮期也许跟你的有点像吧，就是所有事情诸事不顺就算了，大家不是说你要想办法去求助，对，你即便手伸出去了，拜托救救我，没有就是没有。所以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即便你有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也不会有结果。比如说像是你说工作找不到工作，我那时候才刚大学毕业，社会新鲜人，对，不是大家最爱吗？企业最爱的这种，对。但是我面试真的到处碰壁耶，哇，投履历表石沉大海就算了，甚至你都已经到公司去面试了，都有可能你到门口了，说你今天要面试，你都会被连面试官长什么样你都不知道，你就直接请你回家了呢。哇，我其实在那个低潮期的时候，我会发现做了很多的事情之后都是徒劳无功。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会希望说至少我还能够拥有些什么，结果我会发现工作也没了，钱也没了，感情也没了，甚至健康也没了，就一项一项的流失掉。即便做了再多的努力，想要去挽回些什么，或者是留住些什么，但是会发现，一项一项的从我身边溜走，收不回来任何东西的感觉。但是就我刚讲到，就是说很多人会提到说不够努力，对，你应该要去做更大幅度的力量去做什么样的追求。但是我发现其实我做的都没有用。对哦，你好像被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对，你完全被扔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今天要探讨这个主题，其实也不是跟各位分享说，哇，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是不是就放弃了吗？听天由命，对，然后就过得很消极，是不是？是这样子吗？想法就变得很消极，反正逃不出命运，就随了他了，是吧？对，所以很多人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低潮期的时候，就是有两边嘛，一个就是说，我应该要更努力，更怎么样，去掌控我的命运。那有一些人说算了，我就随波逐流吧，反正我的人生就这样，只能这样过了。其实我到后期，我的想法真的是这样，反正就这样啦，人生都已经变成这样，那就让它随风去了吧，反正明天看不到太阳也无所谓了啦。哇，那这样其实就整个变得很负面，就很消极。我那个时候其实是不会有这种想法，只是说我会觉得既然是这样，那就静待机会吧，总会有让我等到机会的那一天。那你这样想法蛮乐观的。对，所以我就想说，只要不要让我饿死就好了。
但是其实我真的也走到山穷水尽了，我真的走到几乎要面临可能饿死的那一天了喝西北风对，所以我其实是真的走到了那一个山穷水尽的阶段。那非常感谢关公爷，他没有让我走入那个死亡谷，他在我踏入死亡谷的那一刹那帮我带回来，给了我机会。对，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感谢，就是说真的有遇到神。可是像你说你遇到关公爷这样子说起来，你算比较幸运一点吗？是。像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很痛苦，对不对？即便我有去问神好了，对，但是也一样得不到任何答案也好，你也感觉得不到任何援助。哇，那个其实是更痛苦的感觉，很绝望，对，会非常绝望。我那一段期间其实对算命我也去算过啊，然后你说占卜也去占过啊，你说什么我去公庙拜拜问都去过了，都去做过，但是就得不到一丝答案，或是更觉得难过是我得不到一丝安慰。哇，那真的是完全见不到光，就是真的完全是一个很无助的状态。对，而且是在我就是10几岁、20岁那种最需要认同的时候，对，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哇，那真的是很辛苦。你真的会觉得啊，明天看不到太阳就算了。哇，那你真的是很消极耶，在那个时候，非常。对。那你现在这样经历过这一段，或者是说你跟我一样已经遇到关公爷了之后，你会发现，或者是甚至说你会觉得低潮期带给你的启示有什么不一样吗？启示其实那时候像关公爷常常会碎碎念跟我们讲过，他说我们人生的运势对命运就是他讲了嘛，未出生先注死了，已经是定好了，没有办法改变。对，那他说唯一改变的只有你自己的心念，转变你的想法而已。对，所以他在说这个的时候，我也是反思很多。其实我自己经历过这个低潮期之后，给我一个尤其我遇到关公爷之后，我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我其实对这个低潮期是感恩的。很多人说哇，我怎么那么衰，我怎么会遇到那些事？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那10几年，其实我非常感恩。那感恩的原因是因为还好有经过这一段，让我去重新认识我自己。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曾经讲过说以前有遇到压力的时候，我都是透过吃来抒压。对，所以我把自己吃得很胖。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因为透过吃在抒压嘛，所以其实我在吃很多东西的时候，我毫不节制，一直吃，然后喝酒也都不节制。所以其实我还不到40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已经有非常严重的痛风那我在非常严重痛风的时候，我去求神问卜，我问关公爷说：哇，怎么办？我的人生如果这样子痛风严重到这个程度，我人生不是毁了吗？那关公爷只是笑一笑，哈哈哈3声，然后他理都不理我。对，所以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满头雾水，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说我感恩的原因，是因为他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去了解我自己。哎呀，原来我是带有这样子的想法，原来我带有这样子的一种负面情绪，我需要透过吃来抒压，然后让我重新去找，那我的压力源到底是什么？对，因为这个已经是一种习惯，一种惯性，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惯性，我只好去找我的压力源。那透过我的压力源找到之后，我自自然然我对于仰赖吃这一件事情就没有那么严重。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当我在低潮期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愤青啊。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就是要改变世界，我就是有能力，我就是可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我不怕没工作，我不怕怎么样，不怕未来怎么样。但是当你进入到那个低潮期的时候，你发现即便你再怎么样努力，即便你再有能力，都得不到回应。那个时候你才会突然发现，哇，
原来我自己没有那么了不起才会重新去思考，哇，原来我应该要学习着低头我应该要学习着怎么样去跟这个社会去和解。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还好有这一段的低潮期，让我有一个重新认识我自己的机会。我跟很多朋友都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讲，我非常感谢我的低潮期是发生在30几岁。因为我到30几岁的时候摔了一个很严重的跤，但是透过反思，透过我去检讨我自己之后，我40岁、40几岁，我还有机会再重新站起来。那很多人其实他的低潮期是发生在40几岁、50岁。当他摔了以后，他其实这辈子不一定还有机会再重新站起来。对，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恩这个命运给我的安排，让我有一个检讨我自己的机会。我现在在跟很多朋友分享，就是说，我们不是讲10年河东，10年河西吗？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发生低潮期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真正的去反思，去了解说，我们进入这个低潮期之前，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在进入低潮期之前，我们可能什么样的心态是出问题的？把它调整过来，搞不好你下一次不一定会再进入那个低潮期。对，所以我们在讲说，假设说真的命运已经安排了所有的一切，那我就不管它了，反正命运怎么安排我就怎么过，我就随波逐流嘛。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其实越挫越勇？在他那个过程当中，他经过低潮期之后，他其实是进入另外一种学习的状态。对，他在经过这个低潮之后，学习着重新认识自己，学习着改变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一定会再遇到下一次相同的低潮期了，因为他已经改善了自己，他已经变成更好的自己，改变很多自己的信念跟想法。对对对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现在事后想想，我觉得会进入这个低潮期跟我们是有绝对关系。就像我讲的，我是一个绝对的愤青，在做很多的事情，我当时候目空。不能讲目空一切，但是我真的是有一点目中无人，是吧？目中无人，我是非常的骄傲。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从来也不怕得罪人。其实我也没有去因为这样子去我们讲说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际关系。所以你在进入低潮期的时候，自然遇不到贵人啊，就不会有人帮你一把，不是吗？所以现在假设说，我现在还是一样没有去建立好的人脉关系、人际关系。当我下一次有需要的时候，还是一样不会有人拉我一把。对，这个是一个相同的状态。所以我只是说，跟你分享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低潮，虽然它很痛苦，但是它也是让我们一个重新反思自己、重新反省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磨钻石的过程。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如果像我的话，我可能讲的比较像是一些方法啦，因为在那个时候刚好是应该都是青少年、青少女在寻求自我认同的阶段。对，那我这个阶段是没有被满足的嘛？对，所以当我经历过这个低潮期，要说结束了这个低潮期的时候，在重建自信这一方面，其实我花了还蛮多时间，花蛮多力气的。对，我觉得如果我的脑袋是可以播放出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的脑袋怎么会这么的忙，怎么那么多的角色，怎么那么多的剧场在上演？我每天都在，几乎可以说在跟自己打架，或是跟自己吵架。所以其实在那个低潮期的时候，你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在哪里。我没有办法啊。对。其实应该说，从外界的声音全部几乎都是负面的嘛。对，对，那你根本看不到自己到底存在的意义。对啊，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出生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是，所以在重建自信跟认识自己啦，认识自己的那个过程其实要花很多时间。
那我用了一些小方法，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像是什么洗脑，不是常常会有看到是什么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然后自己自我洗脑，我业绩一定是第一名的那种。对，有一点类似用这种方法啦。我相信大家以前小时候老师一定会说，哦，你去说出你自己3个优点，找出3个缺点。对。可是我小时候学生时期根本，我只觉得自己很烂而已，我只觉得自己很糟，我根本不知道我的优点是什么。可是在那个过程，到我20几岁，慢慢的我就会开始每天思考说，那我5个优点到底是什么？然后每天去找一个。所以就要一直不断的告诉自己说，其实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对，我是有优点的，然后去自我肯定。当然这个前面不是说我马上转变说，我就突然觉得说我好像有存在意义，我就要开始重建我自己。但前面还是，其实这应该怎么讲？说到这个我就觉得要感谢我老爸。在家庭里面，我跟我老爸小时候啦关系不是特别的亲密。但是在我应该刚出社会没多久吧，有一次我妈来跟我说，爸爸说你好像活得很不快乐，爸爸说建议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心理医生。所以你那个时候的状态已经是严重到连你的爸爸妈妈都有感觉，你怪怪的。我妈完全没感觉，我妈认为我还 OK 活得很好这样。但是我爸，因为我平常很少跟他那个时候很少跟他对谈，但他都已经有发现说，这个小孩子怪怪的哦。对，所以我妈在回馈给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有吓到的。是，我真的进入了一个思考，说，好像是哇，那其实是一个已经我刚讲到负面思考、负面情绪已经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对，所以真的也要感谢我老爸那一句话，他也不是当面跟我讲，还是透过我老妈，但是他那一句话真的有点晴天霹雳的感觉，就是真的当头棒喝嘛，就是对，给你醍醐灌顶一下这样子，然后你突然对我好像真的会醒过来哦。对，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好像没有发现，我不认识我是什么样的个性。对，我只是从外面的人一直给我评价说我是怎么样的人，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对，然后都会觉得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对自己很糟，自己没什么成就，或是做什么都失败的人，这样子就是很负面非常负面的想法。就是因为听我老爸这样讲，然后我就才开始慢慢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去做一些小小练习啦。那还有一个最简单的练习是，因为我们是有肉体的嘛，对，最简单的练习就是你去看镜子，你去看镜子，你很仔细看到细到不行你要超近的看，眼睛、鼻子什么，每一个地方都最好看一遍，全身看完，自己找出说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对，然后找出我最满意的地方，然后呢，每天都看着自己那个最满意的地方，然后一直告诉我，哇，这个地方是好漂亮。这个也是有点自我催眠的意思吗？但是大家要小心，有可能会变成自恋的人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啦，就是你照着镜子一直鼓励自己。我那个时候在一个低潮的时候，其实我的状态真的就是不管就是有点类似像你讲的这样啊，就是不管别人讲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是只要我设定一个就是说我只要不饿死就好了嘛，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那就这样吧。但是我真的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转向一个把时间花在我刚刚讲了遇到关公爷这一件事情上面，或许也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专注力的转移，所以让我自己会觉得没有那么痛苦吧。对，要不然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说不痛苦，内心不会觉得很沮丧吗？这不可能啊。对啊，一定是很沮丧。但是我那个时候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把我的整个生活的重心、想法的重心有机会做转移。那转移之后，我就会开始觉得说，好，那没关系，我只要不是真的会饿死就好了。或者是说面临会要饿死的时候，我就去 7 打个工，或者是做什么，我只要能够3餐有饭吃就好了。我就把自己设定成是一个
最糟的状况下，然后把整个想法转移掉。你知道最糟可能还不是说给你有3餐吃，他连你要找个打工他都不给你，都找不到。对，你那个时候好像真的是连打工都找不到对，是惨到这样咯，让你连生存基本能力都没有。哇，那你那时候可能真的比我惨一点哦。对，确实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讲这虽然讲的好像，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有低潮期啦，只是你遇到了没？对。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好像听了就觉得好，那我就摆烂啊，或是我就很消极的过我的一生这样子。其实我的建议真的是10年河东10年河西啦。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个性没有改变，想法没有改变。对，这个时候你就是会遇到好的人好的事，但是你也在累积不好的人缘不好的一些事情。等到我们讲的所谓的业力大爆发的时候，其实你那一些不好的事情同时汇聚过来，你就是会开始走低潮。对，所以我们应该要去透过这个机会去反思，那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一些不好的事情在累积当中？我们应该要想尽办法让好的事情一直增加，不要让坏的事情再累积。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办法去改变我们自己。对，在这个低潮期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10年河东10年河西这种坏运势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这是一个改变自己的机会。好，这一次发生了没关系，我认了，但是我希望下次不要再发生。或者是说我把我过去曾经做不好的事情，我开始学习忏悔。那这个忏悔跟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从过去累积不好的事情转换成好的事情，开始重新累积。这样子的话或许就有机会去缩短我们的低潮期，或者是说其实这一次低潮过了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么严重的低潮的现象再次发生。对，这个就是一个改变我们自己人生的机会。我觉得应该说也许还有那个低潮期，但是你遇到的时候，因为你的想法已经改变了，所以你可能也不认为那是一个低潮。对，没错，就是说即便你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但是其实你会用比较乐观跟健康的心态来面对，所以你也不会觉得那么辛苦，就变成 2.0 嘛。2.0 的版本，对的 2.0 的自己，没错，更好的自己。对，好，那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也欢迎你们能够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想法，或者是说，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有什么样比较特殊的一种运势的转变，或者是说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梦境，也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有机会的话，那我们可以再拿出来一起讨论。祝大家身心灵健康，心想事成哦！心想事成。那以后我们会再持续有关于包括我们人生不同的体验，或者是说关于现在很多人在谈的所谓高我修行，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再陆续拿出来再跟各位分享。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哦，下次和我们一起点心灯慢慢聊，拜拜。拜拜。